汉朝突然收紧了通关制度，原先走私可以得到的铜铁以至于兵器，现在毫无例外地被挡在了关内。许多的汉夷走私商人都被官军正法，好多活跃在边地的走私商人，现在都被吓跑了。我听说，下一步，听说汉朝还将准备限制谷物、织品的自由流通，甚至还包括酒类。由云中北地雁门的驻守汉军内部传出的消息，将会有新的军队调入。汉军将领似乎都在等待朝廷的命令，估计他们的皇帝将更换这些将领。大单于，陇西代郡，汉朝边境屯戍，近来有内地汉民迁入，朝廷又免除了他们的税赋，新的移民又发了农具、种子、安家费用。值得警惕的是，汉军直接从国家兵械库中拨发了兵器、服装等物品，武装这些边民。桑格花开了，云雀叫了，毛毛虫长出了翅膀，汉朝的皇帝他断奶了。哼，这个新主到底想干什么？当今的这个汉朝皇帝，6年前就想搞改制，然而他的老祖母只咳嗽了几声，他的那座大厦就倒掉。现在他的老祖母总算又给了他权力，他就又想蹦蹦跳跳了。不过有一句汉朝的名言说得好：“新盖茅厕3天香。”哼，如果大单于立刻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点教训的话，那么根本用不着大单于施力，汉朝内部的奏成也能淹没他的脖颈。汉朝实际上是由一种巨大的传统在统治，一个稚嫩的皇帝必须成为他的附庸。在汉朝，不是狼吃羊，而是羊吃羊。那么我该如何对这个年轻的君主加以教训呢？我匈奴对汉朝最大的优势在于地缘的因素。汉匈之间几千里漫长的边防线上，一方以农业定居，一方以游牧流动。我匈奴的一个家当用1匹马就可以搬走，而汉朝人的村庄、城镇、庄稼地没有一样是可以肩挑人扛的搬走。军事战略的优劣一目了然。我匈奴到处无家，到处是家，从哪一点上不能给那些为坛坛罐罐所困锁的汉朝人以教训呢？我伊稚邪大单于不同于君臣单于，我的先王对汉朝实在是太客气了，他太陶醉于作为一个汉朝皇帝的姐夫了。启禀大单于，在博斯腾以西发现了一支可疑队伍，人数100余，携有兵器和300余匹驮马的物资。博斯腾以西，弄清是些什么人了吗？这些人能讲匈奴语，沿途打听月之国的具体方位，牧民觉得非常可疑，就报告了驻军。驻军已紧急调骑兵尾随监视。从他们的面容和用具上来估计，他们可能是汉朝人。汉朝人？竟敢深入到我匈奴的腹地！我们离开长安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，在匈奴境内也已穿行走了数月，可至今还找不到月之国的位置，让我惶惶不可终日啊！匈奴牧民不同于汉朝牧民，警惕性高，组织也严密，十长、百长、千长、皮小王、相、都尉、当户、县局，一级一级，不便随便打听。这几天，我们已进入匈奴纵深腹地，找了几个牧民问路，要么不说，要么说不知道。汉使大人，匈奴骑兵！
糟了，我们被匈奴人盯上了。大人，怎么办？先看看他们想干什么。大人，匈奴人类似蜂群，一旦被盯上，大军马蜂势必倾巢而出，到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。大人，您看。我乃汉朝使节，进入贵邦是借路。我乃汉朝使节，无意与邻邦交战。我乃汉朝使节，不是来跟你们打仗的。禀报大单于，可疑队伍以为我经济一举擒获，被俘者声称是汉朝使团。为首的张骞已押到帐外，听候发落。汉朝使团，既是汉使，为何却无通报，又行踪诡秘，还深入到我匈奴的腹地？据那个张骞说呢，他们是要出使月之国，借道我境，所以未曾禀报。让他去节末面，进帐来见我。大单于传话，让汉使去节末面，进帐听话。去节末面乃是对大汉朝的侮辱，本使誓死绝不接受。哼！嘴还挺硬的。去节末面是我匈奴单于接见外国使臣的规矩，对西方几十国的使臣都一概如此。汉朝不同，汉匈双方是亲戚。大单于胭脂乃是汉朝皇帝的亲姐姐。传汉使觐见。把他带进去。走，坐。就你要去月之国？回禀大单于，对，去月之国干什么？朝廷派我去打通商路，
使大汉的物资更远地流向远方，也使远方的珍奇流入大汉，这对贵邦也是一件好事啊。难道你不知道，月之国和大匈奴是结有世仇的吗？我汉朝对周边邻邦一视同仁，至于你们两家的关系，汉朝绝不介入。如果我们大单于也派一个使团，进长城，横穿汉朝，出使闽越国，你们的天子会答应吗？如果目的纯正的话，那么汉朝天子为什么不答应呢？那你又如何证明你的目的纯正呢？大单于只需去看一看被贵军扣留的驼马上的物资就知道了，这里面每一样礼品，都是为了寻求通商的证明。好了，别再给我耍滑头了。本单于一看你就是个奸细，任凭你巧舌如簧，把河里的鱼说得蹦上岸来，把天上的鸟说到锅里去，本单于也是不会放你的。因为大匈奴人最清楚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，而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。把所有的汉朝人全部拘押看管，所携带物资全部没收，收缴王库。两家相争，不斩来使。我们两家是友好亲戚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？看来这个汉朝的皇帝乳臭未干，就真的想和我大匈奴过招了。我一定好好的教训他，让他一辈子都忘不掉我。对，大单于真是明察秋毫啊！世间又有谁能阻挡大漠之王、众王之王的伟大单于呢？只是若对汉朝动武，大单于还要讲究策略。你看，我们怎么来收拾这个汉朝的新皇帝？以臣对汉朝的了解，汉朝地大物博，人口多过匈奴几十倍，我匈奴是根本无法比拼的。那你想说，大匈奴打不过汉朝人？奴才不是这个意思。奴才虽然是汉人，但连做人的根都被他们弄断了，所以我恨汉人要胜过匈奴人几十倍。那你就告诉我，怎么对付汉朝人？汉人有句话，叫做4两拨千斤。我们应该用汉人来对付汉人。哼，只用你来对付汉人？当然不只靠奴才。汉朝内部有很多反对刘彻的人，其中有很多还是诸侯国王啊。朕今天不想多谈人事，没什么可谈的了。朕今天想与各位大臣谈谈匈奴的问题。你们应该知道了，匈奴派的使者已经到了，要求汉朝再嫁一名真的公主给他们。当然了，还要有大批的嫁妆。朕今天想听听各位大臣们对此事有什么看法，但说无妨。好吧，你们不说，那就朕说。朕早有预感，照此下去，汉匈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战。巍巍李广，臣在。你说说，朕让你去打匈奴，你愿意去吗？要说这个打葫芦，朝廷里也就属臣是老资格了。20余年间，臣转战陇西，
北地、雁门、代郡、云中，与匈奴打过仗的地方，臣都在那里做过太守。与这帮混蛋打交道，好像是家常便饭。只是这几年让臣做了卫尉，有点不知道东南西北了。嗨，说啥呢？陛下，就是一句话，陛下只要一声令下，臣就跨上马，去打他们。飞将军威武！程不识将军，你呢？陛下，臣以为，兵者，乃国之大事，生死之地，存亡之道。但卑将是个专业军人，只管执行陛下的命令，只管率军作战。至于与何人作战，什么时候作战，这样的大事，一切听陛下吩咐。将军们的态度，朕可以理解。你们呢？你们这些文官呢？臣有话要说。好啊，你王辉是见过匈奴单于的人，你早就该说了。陛下，臣也认为汉匈之间必有一战。60余年来，汉匈之间大战没有，小战不断。为什么？有人归结于匈奴人不义，或者是汉朝人软弱，其实全都不对。匈奴人为狩猎游牧者，汉朝人为务农定居者。只要匈奴人一天不放弃他们的游猎习惯，就必然把定居者看成是他们的猎物，而把城镇、耕地看成是他们随时可以取用的仓库。狩猎和打劫本来是游猎者古老的生存传统，无法改变的行为方式。匈奴人认为杀掠是英雄的举动，就如同他们嗜吃生肉一样，是无法改变的。所以朝廷历来每一次用和亲换来的和平时间不过是2、3年，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。从长远计，朝廷应放弃和亲之策。一如陛下所说，既然战争不可避免，不如及早备战，要给他们一次重创，使他们畏惧汉朝，不敢轻易为敌。好，说得很好。怎么朕以前就没有听到过这么痛快的言论啊？陛下，卑臣以为朝廷的和亲之策不能轻言放弃。你大农令是这么看的？匈奴犯边，的确已是困扰我汉室60余年的大问题。一如大行令所说，战争从未止息。但是文景2代虽时有小的战端，却仍基本维持了较长的和平局面。为何？那正是朝廷和亲政策的作用。文景先帝为何要坚持和亲之策呢？一则，朝廷当时尚不具备与匈奴作战的实力，有必要对匈奴让步，以换取经济恢复的时间，那是完全必要的。二则，即便能与匈奴开战，并且不战败，仍然是得不偿失，因为匈奴的土地不值得去占领。所以，先王之道是以静制动，和亲政策是文景时代安边的方略，是富国强民的大计。若放弃，那就等于放弃了长期的和平。正如晁错当年所言：“攘夷必先定内。”战争是一种危险，谁胜谁负，谁强谁弱，决定于一眨眼之间。用人的生命来夺取胜利，一旦跌倒就不能复起，不可不慎呐！韩国大夫一向享有贤能之名，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。
那么说，朝廷和亲依旧，也就无所变更了。和亲的事，议得怎么样了？尚在庭议之中，主战主和者还没有达成一致。我听说匈奴的使臣已经等得厌烦了。他厌烦怎么着？他不厌烦又能怎么样？这是汉匈间的和议谈判，不是单方的敲诈勒索。太皇太后生死未卜，朝廷将面临变故，这个时候断不可轻易延战。和亲之策也不能更改。母后还有女儿可送吗？太皇太后的侍女倩儿，人长得秀气，又熟悉宫廷里的礼仪，不如赐个公主的名号，去完成朝廷的和亲大局。韩安国是旧臣中少有的睿智者，朕着把他位列九卿，本也是对他寄予厚望。韩安国在北平做过都尉，应付匈奴之事自然是熟悉的。他讲的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了，在他看来，和亲政策是国策的基石。以静制动固然很好，但若以静不能制动呢？难道要永远被动挨打吗？陛下，太皇太后卧床不起，应关注各方动向。近来诸侯联名上书，指陈朝政的种种不是，这是多么大的事啊！满朝的文武对此却没有一份上议对策，看来这些人还没有意识到方略理应调整，所以严柱，你说。陛下，微臣以为，将来朝廷要建立这样的制度，陛下的上议如在内阁和廷议中受阻，陛下可派身边信得过的近臣对大臣们宣讲，陛下再以宣讲的结果确定诏命。这样既保证了广开言路，又使朝政不至于总让一两个声音所左右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这就需要召集更多的英才。陛下圣明，臣以为应重开殿试，招选天下贤良直言敢谏之士，择其优异者重用之，以此人才自然会源源不断的。今天朝议匈奴的事儿，其实并不是在讨论和亲问题。看来，内外政策均要改弦更张。怎么了，小宝贝儿？老太太快不行了，2宫之内快成了兵营了，你一点都不知道吗？哦，父王托我。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提你父亲了，你替我带话给他，让他好自为之吧。眼前这个情势，我看了都冒冷汗。他还想怎么样？武安侯未免退得太快了点吧？退？这从何说起啊？哼，好，既然武安侯你下决心要跟我父王拉开距离，那你就好好回去做你的国舅吧。不过，老太太一死，怕是丞相的位置就是窦婴的。太皇太后也许和皇上一辈子也说不到一块儿，但是他们都觉得窦婴比你更合适这个位置。好好歇着吧。陛下，臣在淮南国时，曾听到过很多谣言，为此民间议论纷纷。是啊，
京城里也有很多谣言呀。你怎么看？据太史公言，非有大丧，则主大兵。朕问的是你严柱自己的看法。臣也不是先知，对这方面，请陛下咨询司马谈。朕不问。朕很佩服秦始皇，有一次嬴政因风受阻，不能渡湘水。术士说湘神作祟，他就发了3000囚徒上山去砍伐树木，整座香山上的树都被他砍光了，以示惩罚。结果大风呢，反而倒停了。陛下，程将军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臣告退。陛下，应该立即做些准备了。怎么？太医说，太皇太后也就在这1、2天了。太皇太后一旦驾崩，必然会引起各方的震动。边防驻军要立刻进入戒备，以防匈奴蠢动。两位将军，你们现在就代表朕进驻南北营。作为我汉军精锐的南北军，任何调动都要经过2位卫尉及中尉共同协商，再报朕核准。记住，没有你们3人的联名命令及朕的核准，任何人不能调动一兵一卒。臣领旨。陛下，卫青，上林园的800骑分别进入2宫，从现在起，2宫的警卫都由你卫青一人掌控。臣领旨。去吧。陛下，丞相许昌、御史大夫庄清迪、郎中令石庆在殿外候旨，叫他们进来。宣许昌、庄清迪、石庆入殿觐见。臣叩见皇上。免了。太皇太后要不行了，朝廷当下的大事是要准备国丧，你们马上安排制定国丧的礼仪程序。内阁的日常朝政，则由朕的进士郎官大夫代替你们主理。臣请示陛下，按照成例，太皇太后的葬礼，诸侯各王都要回京参加。臣请示陛下，是否可召各诸侯王入朝？
可以，但要缓2天，待京城秩序初定，再召各王入朝。韩嫣，陛下，传令，严驻司马谈、司马相如、武丘寿王、东方朔、主父偃、梅皋，这几个人都住到宫里来。朕在朝政上的事务，要随时向他们询问。臣领旨。这个诏书马上发下去，发下去，发下去，都下去！准头，奴才在。魏启后来了吗？早来了，一直在侧殿等着呢。叫他进来，朕要单独跟他谈谈。遵旨。宣魏齐侯窦婴上殿。陛下，太皇太后，请陛下过去说话。太皇太后。是的。太皇太后本来已昏迷多日，不省人事，今早忽然睁开眼睛要见您。太皇太后确实恢复了清醒。是的，不知是因为用药，还是回光返照。总之，他老人家今儿一早就醒了，还喝了一点粥，还说要把他抬到院子里晒太阳，还……但愿老太太能闯过这一关去。一定是咱们的皇上到了。孙儿给太皇太后请安。别跪着，反正奶奶也看不见。这会儿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来，拉着奶奶的手，出去散散步。哎呀，奶奶，奶奶，来人呐！奶奶，啊，不要，奶奶，这皇上的手怎么比奶奶的还凉啊？彻儿啊，哎，你恨奶奶吗？奶奶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要不是奶奶，孙儿能当上这皇上吗？哎呀，从你生下来，奶奶就没见过你的样子。可是奶奶知道你长了个好模样儿，来，让奶奶摸摸你。哎，他们说你呀，这张脸长得像高皇帝，这眼睛
像你的父皇。奶奶今天叫你来，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呀。可能不中听，你也可能听了不高兴。可你一定要让奶奶把话说完呐。奶奶说吧。你知道，你荣哥哥和丽妃娘娘是怎么死的吗？你荣哥哥临死前给奶奶写了一封遗书，你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奶奶，孙人好像听说过我荣哥哥是自杀的，那封信也丢了呀。他不是自杀，是被逼着自杀的。那封信也没有丢啊，是被人拿走了，毁掉了。什么？你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谁呀？就是你的母亲。奶奶，你有证据吗？是制度临死前托御史转告你的父皇和我这个夏老太太的。在这事儿上，我是真的瞎了眼，冤枉了制度的。蓉儿死了以后，你父亲可是看透了你娘啊。之所以没有动他，全是为了保护你呀。你父亲驾崩以后，因为你母亲，奶奶也曾经动过念头，想把你给换了。你想想，你有14个兄弟呀，谁不想做皇帝？这一个一个的，谁又做不得皇帝？淮南王刘安为什么献书给我，奶奶心里都清楚。但奶奶不能这样做呀。为什么？为的是天下必须维护大统。奶奶和你父皇一样，认为也只有你呀最适合做这个皇帝呀。为了不让你娘扯住你的手，碍你的事，也想先除了他，可又怕伤了你的心。奶奶是左右为难呐。替你留下了娘亲，就给你留下了祸根。奶奶死后，最担心的有3件事。第一，你的母亲一定会出头干预朝政啊。还有，这第2，她一定会不遗余力的安插王家的人。第3呢，他会和你舅舅添坟，串通一气，谋揽大权呢。晨儿，奶奶一旦走了，这大汉的江山呢，这刘家的天下，可就全托付给你了。晨儿，你在听吗？晨儿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要你记住一句话。奶奶说吧，孙儿一一记下。
汉的江山，是我们刘家的天下，不能在你的手里改姓啊！